去北地大公岭吧。伊芙琳向我提了一个建议，派遣舰队前往北地大公岭，接应国王陛下派出的讨伐军。这是一个获取功勋的好机会，不是几个贵族领之间这种不到100艘火种战舰的小打小闹，而是真正的战争。真正的战争，决定北地兴域未来局势的战争，这种层次的战争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父亲大人，我的坐舰已经进化到巡洋舰，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办法安排一下他的身份洗白？如果是要参与到这场大战之中，肯定要选择幽鹏号作为坐舰的。之前也考虑过使用幽鹏号舰载火种的伪装者特性，冒名顶替天方碑号出场，但身份一旦暴露非常麻烦，况且幽鹏号也需要一个明面上的身份。这么快就巡洋舰了？上次见到幽鹏号应该还是驱逐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就进化了？我拼死拼活才搞到一艘鸢尾花号，你先俘虏天方碑号，现在又是幽鹏号。巡洋舰是大白菜吗？上次你和我说要去抢钛金，我开玩笑说那白衣星道团的有。没错，多亏白衣星道团提供了钛金，幽鹏号才得以顺利进化。这种行动力不愧是我的儿子。恭喜你发现了盲点。那进化所需的原点呢？你没有离开黑石星系，更不可能远赴宇宙空洞带，是如何进入异空间战场去收割原点？既然选择要洗白幽鹏号的身份，那么就难免要透露一些。我的异能使得坐舰不需要在宇宙空洞带，也能轻松捕捉到异空间讯号。不需要进入宇宙空洞带？那有没有位置上的限制？轻松捕获到异空间讯号到底多轻松？目前没有发现有位置的限制，而轻松的意思是只要我想做就能随时接收到。竟然有这种异能的存在？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异能存在的？拥有第一艘属于自己的火种战舰时。我后悔了，真的。幽鹏号的身份洗白这没问题，需要什么支持你尽管开口。天方碑号本就是你俘获回来的，如何处置你可以全权处理。先这样吧，我有些乏了，先去休息。那我先行告退。3月27日，在天方碑号入列黑石男爵领舰队的仪式上，抱病出面的黑石男爵宣布，黑石男爵领通过特殊渠道购入一艘巡洋舰，鸢尾花号的舰长将由男爵本人担任，而天方碑号则被交予王栋，成为他的坐舰。至此，黑石男爵领在明面上已经拥有了2艘火种巡洋舰，这种实力已经超过不少伯爵领了。天方碑号的舰长由高鸾琴挂名，平日里这艘战舰都停泊在洋中星系的一个秘密移动船坞内，这是幽鹏号的壳，不到危急时刻不会登场，而幽鹏号则通过伪装者特性将自身的身份信息修改为天方碑号。2艘火种战舰共用一个身份，互相掩护，方便以后搞事情，简直完美。3月30日，北地大公岭舰队逼近黑石男爵领，天双伯爵果然如同男爵所料的那样，在经过短时间的对峙后，很快选择了屈服。黑石男爵领被北地大公岭舰队轻松占领，并展开了一场小规模的劫掠，但领地早已撤离大半，只剩一座空荡荡的星球。3月31日，在北地舰队占领黑石男爵领的第2天，紫金王国的王室舰队突发袭击，击溃了星门附近的守卫舰队，并在随后击退了北地大公临时组织的警备舰队，彻底占领了星门。夺取星门的掌控权，意味着王室在首都星系集结的大量舰队能够直接抵达北地星域，在战略层面占据了绝对的主动。
原本依仗着北地岭与首都星系的漫长距离，哪怕是超光速航行，都需要几个月才能横跨两地。巨大的时间优势能让北地大公彻底掌握整个北地局势，所以北地大公在发出全面征召令后，缓慢而坚定地拉拢北地贵族，一步一步地铲平其他反对派和骑墙派，将整个北地营造成一块铁板，从而最大化动员出北地的所有战争潜力。最后才是在金雀花联邦的帮助下，与历经漫长航程、疲惫不堪的王室舰队来一场正面大决战。目前在前线，王室的舰队只剩下2艘战列舰压阵，与北地大公领内留守的2艘战列舰实力相当。但现在星门失守，局势完全不同了，王室舰队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多。在这场王室与北地的战争中，先手主动权已经完全易位。第一，现在调集所有力量，依托领地内的防御体系，将王室舰队牢牢地阻截在星门空域一带，防止其进一步前进。第二，让不讨伐舰队继续执行讨伐任务，无需回归，震慑北地贵族，免得他们生出不该有的心思。第三，明令，凡是在半个月内未响应征召令，赶往青藤星系接受北地大公领整编的北地贵族，将全部视为悖逆，将有可能受到讨伐舰队的攻击。第四，宣布废止之前的全面征召令，不再要求贵族领派遣所有的火种战舰应召，我只要他们派出一半战舰。第五，与金雀花联邦交涉，我已经按照约定出兵了，他们也该动一动了。长公主殿下，1号和2号临时要塞将在3日内运攻，3号到6号临时要塞还需要至少10日。有不少参谋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趁着北地大公领的讨伐舰队还未回归，高端战力并不占优的先机，先行发动攻势，既能打乱北地大公领备战与整合北地贵族的脚步，又能鼓舞士气。否则每日就是固守在星门前，时间久了难免会挫伤士气。阮姨，你就是耳根子软，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那些个参谋一个个都是书呆子，懂个毛线啊！只有等到6座临时要塞都建成，星门才算是真正掌握在我们手里，否则战事稍有不利，星门后路被断，我们这支深入敌境的孤军马上就有全军覆灭之忧。王兄既然将这支讨伐舰队的指挥权交到我手上，他的意思我就明白得很。我也许不能把胜利带回去，但也一定不会把失败带回去。等到金雀花联邦的这一波试探压回去后，王兄再把前线的战列舰编队调几个回来，一路把北地大公领碾平，才是最佳方案。我们要做的就是牢牢守住星门星系这个桥头堡。长公主殿下，目前的实力对比，王室舰队还在北地大公领舰队之上，参谋们的建议并非没有道理。如果能够趁着北地大公尚未聚集起所有军力的时机，以星门星系为中心，开拓出一片战略纵深地域，或者干脆重创对方舰队，这对于之后的战局发展都是大有好处的事情。长公主曾在现任国王陛下初登基时立下过赫赫战功，率领着一支不被看好的乌合之众，击退入侵的金雀花联邦舰队，一举稳固了王国内外局势，在舰队中威望极高。但殿下实在是太过谨慎，任何一点风险都不想冒，打仗哪有这样的？唉，这些人呢，成天就想着战功战功，也不看看眼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副局势。金雀花联邦对北地大公的支持程度尚未探清，对方究竟有多少底牌更是不知。哪怕仓促出击，确实能取得一定战果，可毕竟在别人的地盘上，这些福利除了好看之外又有何用？哼，这个连小豆子那种笨蛋都深以为然的道理，为什么你们这些亡国的精锐就不能理解呢？司马维金长老，贵方事先与我约定过，北地一旦举事，你们在正面战场上也会发动相应的攻势，牵制住王国的高端战力。可现在的局面却是你们没有履行到应尽的义务，导致王国得以从正面战场抽调出4艘战列舰，对星门发动突袭。眼下王室的讨伐舰队已经盘踞在星门星系，而我北地的整合才刚刚开始，
作为联邦的全权代表，您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大公稍安勿躁，紫金王国王室的此举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但其实并没有影响到大局。您应该很明白，与王室讨伐舰队作战的主力从来就不是那些立场不坚定的北地贵族，唯有我们金雀花联邦才是您最可靠的盟友。而你也看到了，这些时日以来，我们对北地投入的力量是多么具有诚意。这种王室舰队兵临城下的关键时刻，金雀花联邦就是我最大的依仗。这个老家伙这么说，最起码在短时间内，金雀花联邦对我的支持不会减少。整合北地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只要集权化，将那些堕落贵族领手中的所有力量全部集中到一起，才能对魏境星河展开新一轮的探索与开拓，这才是北地最好的出路。而紫荆王国的王室是绝对不会容许这种情况出现。历代北地大公都选择妥协忍让，只有我才有足够的勇气将此付诸行动。或许这位北地大公远不像其从前表现出来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纨绔子弟。其实王室舰队的提前抵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能够帮助您筛选出所有立场不坚以及首鼠两端的骑强派。另外，整合北地的过程中，流淌的鲜血如果太少的话，效果无疑也会大打折扣。除开先期的3艘战列舰外，我们承诺的另外2艘战列舰也已经抵达星门星系附近。遗憾的是，王室舰队这些时日始终盘踞在星门星系内，没有任何轻举妄动。您之所以拍板让之前派出的讨伐舰队暂时不许返回，不也正是存着诱敌深入的想法吗？北地大公领经过漫长岁月的经营，不敢说铜墙铁壁，至少不会像纸糊的一样被人一捅就破。王室舰队的突入固然占据了一些优势，但依托周边星系的大量军事要塞，哪怕夺回星门控制权的计划被连续击退挫败，我们还是牢牢地掌握着坚固的阵地。只要王室的讨伐舰队敢轻举妄动，就能立刻体会到我这大公领长年累月经营出的防御体系有多难缠。甚至我还可以安排一些破绽，引诱王室讨伐舰队，只要他们一动，就能动用某些后手，一举夺回星门的控制权，顺便灭掉这支入北地的王室讨伐军。只是这次王室舰队的指挥官，那位长公主殿下谨慎得令人发指，哪怕有再多的破绽都巍然不动。一旦等到他们修建的那些临时要塞投入使用，再想夺回星门控制权，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如今之策，也就只有硬碰硬的正面对决。我意于近日内展开决战，争取正面击败王室舰队，重新夺回星门的控制权。希望贵方的援军能够统一接受指挥，展现出金雀花联邦的无勇。顾所愿，不敢辞耳。在支持北地星域获取独立地位这一立场上，金雀花联邦的利益与您是一致的。另外，我们也正想顺便一报，当年联邦的一支正规军舰队被这位长公主殿下以乌合之众打败，导致我联邦颜面大损的仇。贵方制定好作战计划后，请通传我方，我会在合适的时机将舰队的指挥权交给您的。有了金雀花联邦所提供的援军，那5艘战列舰，在正面决战中，我才有足够的胜算。一旦被王室舰队彻底站稳脚跟，后续就是大公领
对紫荆王国的一国之力，金雀花联邦也不会继续支持我，哪怕是大公岭的基业，都将覆灭在我手里。这一战只许胜，不许败。4月10日，原本在外执行讨伐、不响应征召令北地贵族领的战列舰编队，假借征讨某个贵族领的名义，秘密返回北地大公岭。再加上这些时日，陆陆续续前来响应征召令的北地贵族领，还有北地大公岭自身的全部武装力量，至此，北地大公成功集结起一支由6艘战列舰、10艘巡洋舰、780艘驱逐舰组成的强大舰队。聚集起舰队后，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与磨合。王氏舰队这么长的时间都躲在星门星系内，守着那6个即将完工的要塞。北地大公已经彻底放弃了一战断绝王氏舰队归路，来个瓮中捉鳖的想法。他现在希望的就是能够正面一战，击败王氏舰队。一直到4月11日，星门星系伪装成天方碑号的幽鹏号抵达战场。星门又见面了。星门固然壮观，可围绕着星门驻扎的那支舰队不是更壮观吗？太远了，看不清。没有虚拟成像，光凭肉眼看个毛线呢？王氏舰队这次是不是有些拖大了？我们之前在青藤星系的情报侦查，可是发现了北地大公至少6艘战列舰的恐怖实力。目前按照探索者巡天雷达对王氏舰队的探测结果，2艘战列舰、20艘巡洋舰、1200艘驱逐舰，在绝对数量上，王氏舰队无疑占据上风，多出几百艘战舰。可在高端战力上，王氏舰队却处于绝对的劣势，2比6，差距太大了。王氏又不是傻子，北地的这次变局有金雀花联邦的介入，王国绝对很清楚。这支王国舰队的指挥官究竟是想干什么？根据情报显示，此次王氏舰队的指挥官是长公主殿下，这并非是这位公主殿下第一次统帅舰队征战。数年前，国王陛下刚刚即位，便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这位刚刚成年的长公主殿下统帅着紧急征召而来的贵族舰队，匆忙迎战金雀花联邦的正规军，却在正面对决中彻底击溃了同等规模的金雀花联邦正规军。不但一举杜绝了外患，也间接镇压了内忧。等到长公主殿下携着得胜之势归还首都星系时，叛乱者再无反抗的余地，被国王轻易铲除。我知道了，她就是那位西陀星系的女武神殿下。哦，你一说西陀星系的女武神殿下，我也想起来了。前几年疯传过一段时间，本以为是某个歌剧中的人物，原来竟然是真人真事。在北地星域这种偏僻的乡下地方，大多首都星系的传闻传到这里后，基本上都变本了。这位长公主殿下的光辉事迹，他们大多听到的版本，也不知道是4.0版还是8.0版。既然不是泛泛之辈，想来也会有其考虑。如此，那就让我们去拜会一下这位传说中的女武神殿下，并领略一番王室的风度。男爵等人早已迁徙至阳中星系内，哪怕最终胜利者是北地大公，至少安全无忧。而我在幽鹏号上，哪怕是万军之中，照样能够保得命在。那就去见见这位长公主殿下好了。假如奉上有关于北地大公领舰队的详细情报后，能获得一些诸如钛金、高级能量结晶之类的奖赏，岂不是美滋滋？幽鹏号脱离隐匿状态，远离北地大公的警戒线。长公主殿下，有一艘自称来自黑石子绝岭的火种巡洋舰天方碑号与我方取得联络，他们带来了关于北地大公领舰队的最新情报。经过身份核实，参谋部认为来人确实为黑石子绝岭的继承人王栋男爵。
但对于这艘战舰是如何穿过北地大公岭防线进入星门星系，参谋部依然存疑。王栋男爵本人希望能够觐见长公主殿下，请您示下。王栋男爵，黑十字绝岭是本次王氏舰队能够顺利突入星门的功臣。既然确认过身份，就不要过多为难。至于如何穿越北地大公岭的防线进入星门星系，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可能。告诉那些家伙，不要乱动小心思，否则就来试试看我的佩剑到底利不利。你安排一下，亲自带人护送王栋男爵到曙光女神号上。是。你说你们是通过贿赂某个在要塞内的驻军，在其巡逻舰队的放水下进入星门星系的？你还不如再编个靠谱一点的借口。在多个临时要塞建成后，星门星系这片空域已经完全被纳入王氏舰队的控制下。验证身份的程序本身没有问题，但到了询问我们的时候，却问起如何穿越过北地大公岭防线的细节，这就有点不正常了。哼，我突破高级断体术时觉醒的威胁感知，能感应出某些人的恶意。在我说到穿越过北地大公岭的防线时，身上的恶意可是几乎要溢出来呀。他是想要获取偷渡防线的秘密，窃取后当作是自己的功劳加以利用。假如我先前所言的都是谎言，那么就很有可能是通过某件具有特定效果的剑载模块达到这个效果。这种特殊模块的消息可是很值钱的。怎么，你不服？区区一个无地贵族的子弟，紫金王国贵族阶层中的底层，也敢对我指手画脚？滚蛋！给我关闭通讯！相比起北地星域内的贵族，这些常年生活在首都星系内的无地贵族，思想要龌龊卑鄙得多。就像曾经的王进秋与王进礼兄弟一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黑石子绝岭固然站在王室这一方，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就要逆来顺受。我可不是上门来找虐的。阁下，先不要动怒。刚刚那家伙的态度只能代表他个人，而不能代表王氏舰队。我们刚刚明确表达了觐见长公主殿下的意愿，应该会被呈送到长公主殿下面前，想必很快会有反馈。我也是如此想法，所以才会干脆直接切断通讯，省得浪费口舌。我们只需要继续安稳地发育下去，过上那么几十年时间，哪里还需要王室派出讨伐舰队？幽鹏号单舰就能覆灭掉北地大公岭，也说不定。到时候，让这些所谓的贵族全都跪下来舔鞋子。阁下，通讯请求接入，来自王氏舰队。接入通讯。尊敬的王栋男爵，您好，我是长公主殿下的禁卫女官马倩。刚才由于个别临时人员的操作不当，给您造成不便，请予以谅解。王长喜爵士已经因玩忽职守，被解除舰队通讯员的职务。对黑石子绝岭在王氏舰队突入星门星系中立下的功勋，我个人表示由衷的钦佩。您的觐见请求，长公主殿下已经同意，请您的坐舰根据指引进入指定的泊位。接下来将由我陪同您前往觐见长公主殿下。那就麻烦马小姐了。仅仅才几分钟的时间，刚刚的那个王长喜就被直接拿下，玩忽职守。一旦被扣上这个罪名，短时间内王长喜也无法辨清楚。无论马倩是出于何种动机，客观上确实是给我出了口恶气，这份情还是要认的。哦，对了，那个玩忽职守免掉职务的王长喜，只是免职，未免也太便宜他了。阁下放心，我知道怎么做。那就好。现在我也是有身份的人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掏出小本本，交给仲达处理最为合适。
那就是曙光女神号吗？紫金王国的镇国之剑，美丽优雅，而又蕴含着极致暴力的火种造物，近距离看真是蔚为壮观。曙光女神号是金色品质的战列舰，在周边这片星域中都算是首屈一指的强大。紫金王国在这片星域内能够稳坐强国之名，曙光女神号功不可没。周太所言的紫金王国的强国之名，当然是仅仅针对于这片星域的。紫金王国所在的这片星域位于火种超星系团的最边缘地带，不但其他方向面对的都是广袤无垠的物质稀缺带，甚至这片星域与火种超星系团的主要星域之间，还相隔有纵深达数十光年的宇宙空洞带。相对于火种超星系团而言，就是大陆边沿海外的一处小孤岛。在这一片星域里，分布着大小10数个国度，金雀花联邦和紫金王国在其中算是最强大的国度，两者之间彼此牵制，才让周边的其余国度能够安稳的长期存在。这片星域内的国度之间的争斗，在火种超星系团本土看来，就相当于化外之地的小岛上几十个村子之间的冲突。最大的2个存在，也许有进阶到乡镇的潜力，但也就仅此而已。我多么希望能够真正走出去，见识一下火种人类文明的真正全貌。火种超星系团那么大，没有足够的锻体术修为来增加延寿效果。我亲爱的咸鱼妹妹，你哪怕穷尽一生，又能走出去见识几个地方呢？啊！哎呀！也不知道威胁感知异能不能感知。小心！下次一定不能做这种蠢事了。到了，这边请。王栋男爵，您可以入内，但还请您这位随从暂且在外等候。那就客随主便。不愧是战列舰，体积足够庞大，竟然在舰上还有专门的会客场所，并且每一处都极其奢华。按照泰勒夫人礼仪课上学到的那些知识，这里无论是地上铺的地毯，还是座椅上的垫子，甚至这间会客厅内的任意一架摆件，其价值都要远远超过白银之堡那间会客厅内所有摆设加起来的总价值。哪怕是在曙光女神号上这种最安全的场所，外面还有多达19道关卡守卫的情况下，依然身着宇航服外骨骼装甲。难怪进门前没人让我卸下身上的外骨骼，原来主人家也身披外骨骼装甲。长公主殿下，日安，我是王栋，黑石子爵领的继承人。虽然一般而言，像我这种下位贵族，在第一次觐见王室时，应当行的是权礼，也就是单膝点地的那种，但这种礼仪还是能免就免。外骨骼装甲在身，又是在战场上，直接以军礼代替，勉强能够蒙混过关。你王卿的勇武之名，我即使是在首都星系也早有耳闻，今日一见，果然气宇轩昂。我是王氏的林小龟，很高兴见到你。长公主殿下的声音如风铃般清脆，只是似乎有那么点儿耳熟，好像在哪里听过。据王卿所言，从未接受过系统化的学习，为何会在与高地子爵领以及天方伯爵领的战争中屡屡打出漂亮的战绩呢？是否另有高人指点？我当然不能说上辈子经历过不少战斗，经验比起北地星域不少多年没打过战争的贵族要强得多呀。不知殿下是否有听过一款星域网上的虚拟游戏，名称为《星海征途》。在我从事星际矿工职业的那几年时间里，在这个游戏中遇到了一位杰出的皇家巡天学院在校生，是他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能取得今日的成就，离不开他的耐心与细心。这说的我自己都信了呀。在星海征途中，不知多少盘的百剑乱斗乃至千剑乱斗模式，在图图兔的带领下，二人组常常玩出令人大跌眼镜的骚操作，有的成功让己方阵营反败为胜，
战后获得一片赞叹之声。关于战舰操作的基础以及不少相关知识，我也确实是在突的帮助下才学到的，哪怕为此被骂了无数次大笨蛋，现在想来都是满满的怀念呐。这段时间实在太忙了，登陆星海征途的时间是少之又少，加上突似乎也颇为忙碌，在星域网上见面的频率直线下降，通常只能留言问候几句。这一次，等到北地大幕落下后，一定要抽时间往位于首都星系的皇家巡天学院一趟，去见一见突的真容。难道我刚才说了什么笑话吗？这些天很少见长公主殿下有这么开心的时候，但这位王栋男爵虽然在年轻一辈中表现优异，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多少出众之处。长公主殿下为何似乎对他观感颇佳？你们全都下去吧，我有话与王卿密谈。密谈？跟我？难道是这位长公主殿下要向我了解一些诸如北地大公岭的舰队具体情报，或者询问我是如何穿越过北地大公岭的防线，进入到星门星系中这一类比较机密或者敏感的信息，所以才并退左右？还是得先准备好一些借口才行。小洞子，你小兔子啊？不会真的是他吧？果然是你小子，就知道你不老实。明明是个贵族，偏要装作是个平民，你就是个奸诈小贼。小兔子，你也没好到哪儿去。明明是长公主殿下，却要硬装是个清纯可爱的女学生，不知羞。我就不信你没看过我的资料。之前和你认识的时候，我确实还是平民之身，反倒是你，嘿嘿。我呸呸呸！谁看过你的资料了？我才是真正的清纯少女。目前就读皇家巡天学院3年级，如假包换。喏，我的学生证。竟然真的是皇家巡天学院3年级学生。好吧，哪怕是面基了，在斗嘴上的战斗力依然远不是他的对手。这下认输了吧？我认输。小兔子，话说都面基了，你还戴着面具藏着脸做什么？是不是太丑以至于见不得人呢？小洞子，你果然是个皮厚的臭小子，一见面就馋人家颜值。小兔子，要不是自觉长得见不得人，干嘛要包得这么严实啊？说的你自己好像没有包那么严实一样，难道你也见不得人？男孩子出门在外要谨慎行事，如果只是多穿点就能更安全一些，那么该多穿点就多穿点吧。哼，他又怎么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小洞子，你不老实哦，这么嘴花花的，骗过多少小姑娘了？一进男爵岭就是连轴转的嘛，到现在我还连贴身侍女都还没有呢，更不要说接触什么小姑娘。算你过关了。怎么，刚刚晋升了男爵还不够？这次又带着什么重要情报来邀功了？小洞子，没看出来你真是个官迷。上有老下有小，只能努力拼搏才能勉强糊口的样子，没办法呀。哼，堂堂黑石之虎都只能勉强糊口，北地星域难道已经艰难到这种程度了吗？这个羞耻的绰号竟然都已经流传到首都星系了吧？怎么，对我的这个小绰号西陀星系的女武神殿下有什么看法吗？就像我的绰号一样，西陀星系的女武神同样是林小龟在打出经验一战后获得的绰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始终是最有效的方式。哼，什么女武神我不知道，反正你就是厚脸皮。好了，先说说正事。我这边有北地大公岭舰队的详细情报信息，对方有6艘战列舰，你扛得住吗？有曙光女神号在，6艘战列舰可以当做3艘来看待。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不会输。应该？这话有些怂啊，他似乎有点太过谨慎，与在网络中胆大心细的表现完全不符。但似乎也正常，网络中的输赢只关乎心情，而现实中的输赢则关乎生死，甚至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死，还有整支舰队的生死，乃至王国的命运。年龄与我相近的少女，却要肩负起女武神之名，成为镇压紫金王国国运的重要一员。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压力，才是她不得不压抑自身天性，力求谨慎的原因吧。辛苦你了。小洞子，你不要脸，趁机占我便宜。觐见的时间已经太长，再拖的话，别人就该起疑了。小洞子，你先回去吧，我会正式把你的坐舰编入禁卫队序列。长公主殿下是紫金王国的高岭之花，又是王室舰队的最高指挥官，不知多少人时刻注视着呢。召见一个北地星域的男爵，可以用询问军机来解释，但时间如果太久，很容易引来一些猜测。下一次一定要光明正大的站在他身旁。你和长公主殿下究竟聊了什么？竟然能觐见这么长时间？没什么，主要是北地的一些具体情况，还有星门星系周边的空域情况，以及北地贵族的动向。长公主殿下问的比较细，有些细节我需要仔细回想，所以时间久了些。原来如此，我说呢，长公主殿下无论如何也不会看上这个北地星域的乡下小男爵，哪怕是三流小说家也不敢这么写。王栋阁下，我们已经被编入禁卫舰队。我知道了。禁卫舰队的主要职责就是拱卫旗舰林小龟所在的曙光女神号，不需要去冲锋陷阵，也不需要顶在前面，可以说算是舰队中相对安全的一部分。对这份善意，我身为男子汉大丈夫，自然是笑纳的。4月17日，一嫁娶，祭出丧。北地大公领在获得金雀花联邦支持后，派出一支由6艘战列舰、12艘巡洋舰以及800艘驱逐舰组成的强大舰队，进逼王室舰队盘踞的星门星系。王氏舰队在长公主林小龟的指挥下毅然迎战，其麾下舰队组为2艘战列舰、23艘巡洋舰以及1300艘驱逐舰。双方舰队默契地在星门星系内摆开阵型。短暂而又无谓的阵前通告结束后，这场后事被称为星门战役的激战正式打响。对面的指挥官应该是陈德通老将军，不愧是被称为北地之鹰的老家伙，老而弥坚。这个雁行阵布得真是标准。长公主殿下的手段也不差，双方目前应处于势均力敌的阶段。经过3轮对射，双方的损失确实差不多，都有10几艘驱逐舰被击沉，另有部分战舰护盾过载，开始向后移动。但是现在还只是驱逐舰与巡洋舰之间的炮击，双方的战列舰都还没有加入战斗。北地大公领一方6艘战列舰的数量优势实在太大了，一旦这些战列舰加入战斗，恐怕不容乐观。不要着急，只要有曙光女神号在，王氏舰队就不会那么容易溃败。曙光女神号是战列舰，对面也是战列舰，战力差距至于这么大吗？曙光女神号难道可以1打5？战列舰与战列舰之间一样有差距，就像幽鹏号与其他巡洋舰一样，1打5算什么？幽鹏号没进化前1打50都没问题。幽鹏号这种根本不能以常理推断的变态，你以为到处都是吗？火种战舰在进化到战列舰后，随着每艘战舰的先天底蕴不同，以及后天的培育差别，会开始出现明显的实力差距。尤其是当舰体结构模块的等级提升到10级以后，每艘战列舰就能开发属于自己的战舰级。
之前的所有差距都会在开发战舰机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曙光女神号之所以被称为紫金王国的镇国之器，并非因为它高达58的战力等级，而是由于它开发出的战舰技——救赎之光。战舰技？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不错，战舰技。阁下，您虽然天资纵横，但火种战舰毕竟已经为火种人类文明历经上万年的深入研究，早已经是一个前后相继、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一般而言，每位火种战舰的舰长都要经过至少3到5年的专业培训，才能够正式上岗。您的崛起速度太过惊人，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建议您系统性的学习加强一下相关的理论知识。金雀花联邦内确实有这种共识，如果想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适当的充电也是必要的。当然，阁下您能在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取得现在的成就，已经是超越绝大多数的同龄人，幽鹏号更是潜力无穷。我们今后的航程还是需要您的指引。放心，我心里有数。野路子初时拿出来，也许会让人眼前一亮，可时日久了，被人摸清路数，自然就会不灵光。我确实需要一次系统化的学习，等到北地试定，我就会把这件事放上日程。马达，你和我相处时日也不短了，难道我是听不进金玉良言，还会恼羞成怒的傻瓜吗？放心吧，该说的话一定要说，才是最好的相处方式。一个团队彼此之间最重要的就是沟通交流。否则人再多，心不齐，也只是摆设。我们今后的路还有很长很长，希望能始终与诸君共勉。No。长公主殿下果然不是一隅之辈。陈老将军，以您的丰富经验，想必不至于怕了一个小姑娘，何必说这种长他人士气、灭自己威风的话？大公阁下，您有所不知，我的些许声名靠的不过是长年累月的兢兢业业才积攒下来的，而对面那位长公主殿下，则是一战成名。本以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却不曾想今日一见，这位殿下的基本功极为扎实，至少不是浪得虚名之辈。想必曾经的那场西陀星系之战，也并非全凭侥幸。不得不说，有些人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这种战损比看起来相当，可实际上我方战舰的绝对数量要低于对方，因而还是早做应对比较好。就按照陈老将军所言来办吧，可不要夺了我们北地岭的名头。命令战列舰编队阵列区前，加入炮击行列最前排。像大规模舰队指挥这种事情，我这个半途出身的非正规继承人可没有接受过像大哥那样由上任北地大公带在身边手把手的教导，一切只能交给陈德通这个老家伙。等着吧，终有一天我会培养出自己的心腹。报告，我方战沉5艘驱逐舰，王氏舰队战沉50艘驱逐舰。这就是战列舰的威力吗？不闪不避，始终以炮击回话，真是太符合男人的铁血风范了。驱逐舰的炮击效果对于战列舰而言要受到双重的削弱，最终对其造成破坏力还不足理论上的一半。在这种距离上的炮击战，命中率太低，哪怕上千艘驱逐舰齐射，能够在同一时间命中1艘战列舰的，也不会超过几十发炮击。对于战列舰经过强化的护盾与装甲而言，并非不可承受之痛。相反，只要战列舰命中，就能对驱逐舰造成重创。所以战列舰的数量在很多时候会成为衡量一个国度军力强盛与否程度的重要指标。长公主殿下应该会很快做出回应的。林小龟绝对不会对这些战列舰束手无策，他肯定做好了应对的预案。
感觉有点难。王氏舰队中毕竟只有2艘战列舰，其中的曙光女神号又是旗舰，不能轻易参战。长公主殿下实在太不容易了。国王陛下也真是的，既然要来讨伐平叛，也不多派点战列舰。王氏舰队的战列舰数量还没有北地大公领多，笑死人了。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王国主力骑士团之一的远星骑士团正在南疆执行开拓任务，皇家骑士团又因为金雀花联邦的大肆增兵，而不得不被派往两国交界处戒备。国王陛下能让曙光女神号出动，已经是承担着相当大的压力了。谁也没有料到，北地大公领会因为一起内部斗争而与金雀花联邦搭上线。北地星域可是与金雀花联邦完全不交界的。另外，金雀花联邦这次确实是下了血本，5艘火种战列舰远渡星空，由宇宙空洞带绕行着北地星域，这种大动作绝对不是1、2天就能拍板的。金雀花联邦对北地星域应该是早有预案。曙光女神号出现高能源反应，这种能源反应，引擎功率至少也要达到1000单位以上，不然根本撑不起来。来了，曙光女神号的战舰机，救赎之光。我身为本国人，竟然对本国的镇国之气了解的还没有马达与周泰2名金雀花联邦公民清楚。这应该是紫金王国的义务教育出了问题，而不是我孤陋寡闻的缘故。没错，一定是这样。本舰受曙光女神号战舰技救赎之光的增益，具体效果：受到的炮击伤害降低50%，持续时间60分钟。降低50%的炮击伤害，还长达1个小时，这已经完全足够左右一场战斗的走向。战列舰的强大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体强大，像曙光女神号的战舰机已经能够做到将这种强大辐射到一支舰队的规模。火种战舰果然不是简单的造物。等到优鹏号开始开发战舰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战舰机到底如何开发，又和之前的底蕴与培养存在何种程度的干系？这些知识都需要我去学习，但是在黑石男爵领中根本接触不到这么高端方面的知识，甚至整个北地星域都没有在明面上教授这些知识的地点。北地星域确实就是一个乡下地方，哪怕我历经2世，可不要说相对于整个火种人类文明，就算是在紫金王国内而言，也确实就是一个乡巴佬。随着救赎之光的发动，肉眼可见的，王氏舰队再度开始在炮击中占据了上风。来自战列舰的炮击，在经过50%的削弱后，已经不足以迅速击破驱逐舰的护盾。其他战舰的炮击就更不用说，王氏舰队的战损迅速下降。与此同时，王氏舰队将集火的目标由5艘战列舰，有意识地转移向北地大公领舰队的其他战舰。这一变化导致北地大公领舰队的战损再度开始上升。目前双方的交换比是50-0，北地大公领舰队战沉50艘驱逐舰，王氏舰队无战沉战舰。所有护盾过载的战舰在救赎之光的掩护下，都顺利撤到了后阵，等待护盾过载缓冲的恢复。这样下去，岂不是赢定了？救赎之光实在是太美了，可惜只能持续1个小时的时间。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能看得出来的东西，被称为北地之鹰的陈老将军不至于看不出来。另外，救赎之光也并非没有应对的方法，它的持续时间毕竟有限，只要能想办法拖过这段时间，自然就会不攻而破。北地大公领的舰队果然开始撤退了，以战列舰为殿后的盾墙抵挡王氏舰队的火力。果然如此。不愧是老将军，一个变阵就将救赎之光的作用抵消了大半。曙光女神号的救赎之光在历次与金雀花联邦的战争中大发神威，相应的对策早就有过不少理论研究。
我这也只是早有准备，识人牙慧而已。如果不是有这5艘战列舰殿后，必要的损失还是无法避免的。这都还好，现在的关键是长公主殿下的后手何在？当年的西托星系一役被传得沸沸扬扬，可真正的胜负手却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长公主殿下的手段如何，终究还是要亲眼见识过才能确定。曙光女神号虽然强横，救赎之光固然有战略性意义，可等到时限过去，进入漫长的缓冲期后，进入实打实的炮战阶段，己方6艘战列舰的绝对数量优势，我都想不出来会怎么输。陈老将军多虑了。但愿如此吧。